第294章黑马。行出考核的大厅，后面奥托追了上来，与萧炎平排着行走着，偶尔偏头望向这位一脸平静微笑的青年，目光有些奇异。一直盯着我干嘛？走过一段距离，萧炎实在无法忍受奥托的目光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道：哼，我是在看你这小家伙究竟还隐藏了多少东西，竟然能够让人如此意外。奥托笑道。闻言，萧炎只得无奈耸肩。不过你这次表现得如此引人注目，我想恐怕不久后切米尔那老家伙就会找我来打听你的身份了。虽然他不知道你的确切实力，可年仅20左右便能将铁木灵液提炼至8次，这可是自公会建立以来屈指可数的几次啊。奥托道。我知道。萧炎缓缓地行走着，点了点头。在提炼铁木灵液的时候，他便是想到了这些，不过大会即将开始，暴露实力是迟早的事情，所以他也没必要在这个关头故意表现得极差。虽然低调挺好，不过低调过头了，那些不屑嘲讽的目光倒还是蛮让人纠结与无奈的。关于我身份的事，就得麻烦奥托大师帮我隐瞒了。萧炎微抿着嘴唇，轻声道，因为一些缘故暴露了身份的话，恐怕我就不会再参加这次的大会了，所以大师可得尽量帮忙啊。听得萧炎所说的这严重后果，奥托一愣，旋即紧皱着眉头。如果萧炎退出了比赛，那么此次黑岩城炼药师公会岂不是失去了一个取得好成绩的机会？这对于上位以来从未有过太大建树的奥托，实在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威胁。皱着眉头沉吟了好片刻，奥托方才点了点头，苦笑道，好吧，我尽量帮你隐瞒。好在这批的会员资料还未上传，我还能修改一下。呵呵，那便多谢奥托大师了。闻言，萧炎微微松了一口气，笑道，没办法，我可不想我好不容易找到的这般优秀的选手给跑了。奥托无奈的道。萧炎笑了笑，刚欲说话，弗兰克的朗笑声忽然在前面响起。嘿，老奥，怎么样？测验结束了吗？这小家伙怎么样？此时萧炎两人已经走出了走廊，由于是交叉路口，此处的人流颇为不少，而听得弗兰克的笑声，顿时便是有着不少好奇的人士放缓了脚步，将目光投向那与奥托行走在一起的萧炎。因为先前的测验是内部测试，所以这些炼药师并不知道里面的确切比赛结果，不过他们倒也知道，能够参加那种内部测试的人大多都是属于此次大会的种子选手，实力极为不凡。听得笑声，萧炎抬起头来，望着那笑着大步走过来的弗兰克，在他的身边，一身银色裙袍显得极为冷艳的雪妹与那林飞也是跟随着。此时他们那有些好奇的目光同样是投射在萧炎身上，显然他们也很好奇萧炎能够在这种等级的测试中取得何种成绩。还凑合吧，算是通过了。看着来到面前的三人，萧炎微笑道。闻言，一旁的奥托翻了翻白眼，这般成绩如果还算凑合的话，那其他的人岂不是都不合格了？呵呵，通过了，那就好啊。原本我还有点担忧来着呢，毕竟那些参加内部测试的家伙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弗兰克笑道。喂，你这家伙这次可是代表着我们黑岩城呢，虽然不指望你超过柳林那种级别的天才，可这种内部测试至少也要拿个前10，才有可能在大会上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吧。光是凑合可不行呢，林飞嘟囔道。显然他似乎认为萧炎所说的凑合应该便是那种勉强过关的分数。柳林虽然天才，可他毕竟是丹王的弟子，而且他年龄可比萧炎大一些，能有这般成绩已经算很不错了，至少我们连取得这种成绩的资格都没有。似乎是出于上次因为桃花火萧炎帮着说了一点好话的缘故，雪妹瞥了林飞一眼，淡淡的道，我知道你崇拜那柳林，不过炎萧可是我们这一边的人，他若输了，我们黑岩城面上可都不好看。我只是站在他是我们黑岩城代表的位置上才这么说的，又没说他什么，这关柳林什么事吗？林飞悻悻的道。哎，好了，你们两个给我安静点吧。瞧得这一对冤家，奥托无奈的摇了摇头，对着佛克兰笑道，这一次你恐怕会惊讶的下巴掉下来。哦，怎么了？弗兰克一愣，疑惑的道。
奥托嘿嘿一笑，刚欲开口，身后走廊中却是一阵骚动。几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那些参加测验的选手陆续走了出来，而在最前面的2人，正好便是小公主以及那脸色有些阴沉的柳灵。那就是柳灵吗？丹王古河大师的弟子，气势果然是不凡啊！如此年轻便是3品炼药师，哎，真是让人……想必这次测验的成绩，最佳者非他莫属了吧？谁让人家有个好老师呢？这可羡慕不来啊！望着那从走廊中走出来的一行人，周围的人顿时窃窃私语了起来。萧炎微偏过头，望着那缓缓走过来的柳灵，笑了笑，脸色阴沉地行出走廊。柳灵一眼便是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背影，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，旋即深吸了一口气，顿时脸庞上的隐藏迅速淡去，取而代之的是那阴柔的笑容。炎萧先生，恭喜了呀！走上前来，柳灵先是对着奥托弗兰克2人弯身行礼，然后转头对着萧炎笑道。萧炎笑着摇了摇头，侥幸，在下还有事，便不多聊了。炎萧先生，明日我们大会见吧。柳灵此时明显并没有聊天的心思，在打了声招呼之后，便是举步闪开了萧炎等人，然后穿开人群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外。炎萧先生，跟着柳灵上前了几步，小公主忽然止住了脚步，迟疑了一下，转过身对着萧炎微笑道：晚上有个聚会，很多大会的炼药师都会参加。你……哼，抱歉了，晚上在下还有事情，恐怕没时间。对于小公主这忽然投出来的橄榄枝，萧炎微微一愣，旋即释然，摇了摇头，笑着道。萧炎的拒绝并未出乎小公主的意料，她嘴唇微微动了动，盯了萧炎一会后，方才笑盈盈的道：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就不勉强了。日后炎萧先生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可以来找我，告辞。望着那缓缓消失在视线尽头的小公主，萧炎微抿着嘴，想起在测验结果出来之前他对自己的态度，再看看现在，心中不由得苦笑着道：不愧是从皇室出来的人，有用之人与无用之人，在他眼中差别待遇竟然如此之大。眸子中带着小星星的看着柳灵消失，林飞这才转过头望向萧炎，疑惑的道：对了，他恭喜你干什么呀？没什么。萧炎笑了笑，他并不认为赢了柳灵就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，固然他是古河的弟子，可这点虚名对于曾经敢把古河与美杜莎女王当作鱼棒，而自己当了一回渔夫的萧炎来说，几乎没半点震慑力。各位，我也有些事情，先行告辞了，明日大会见。不给林飞继续追问的机会，萧炎笑着对着奥托几人拱了拱手，然后便是快步对着工会之外行去。刚才的内部测试是提炼铁木灵液。望着萧炎匆匆走出的背影，奥托抚摸着花白的胡须，片刻后忽然道：提炼铁木灵液挺困难的呀，那东西几乎是中等材料中最难以提炼的材料了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也不过只能提炼8、9次而已吧。闻言，弗兰克一惊，转头道：呵呵，是啊。奥托笑着点了点头，对着柳灵消失的地方扬了扬下巴。那小家伙提炼了6次。6次！听到奥托此话，弗兰克脸庞上顿时布满惊讶，啧啧赞道：了不起啊，如此年纪竟然便是能够达到这一地步，不愧是古河的弟子。那东西我似乎只能提炼2次，林飞也和我差不多。那柳灵的炼药天赋果然非同一般。一旁的雪妹轻叹了一口气，道：嘿嘿，那是自然，加玛帝国年轻一辈的炼药师中的翘楚，非他莫属。林飞笑道，看他的模样，还真是对柳灵很是崇拜。呵呵，那可不一定。奥托大笑着摇了摇头，瞧得林飞怒目瞪来，笑道：虽然柳灵极为优秀，可炎萧却丝毫不比他弱。刚才的测试，柳灵提炼了6次，而炎萧却是8次。奥托这话无疑宛如惊雷一般，让得佛克兰3人脸庞上的表情瞬间僵硬了下来。8次，这可是足足需要4品炼药师才能达到的地步啊！而萧炎一个2品炼药师，居然也能做到，这如何可能？老师，您开玩笑的吧？
从震撼中回过神来，林飞讪讪的道：“他极难相信萧炎竟然会比柳灵还要牛逼。”一旁雪妹也是微张着红唇，冷艳的表情此时有些愣然。她虽然并未看低过萧炎，可却从未想到过他能够取得这般耀眼的成绩。老奥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弗兰克紧紧地盯着奥托，面露狂喜。萧炎的表现越出色，对于黑岩成分会好处越大。这小家伙隐藏得很深啊！我现在忽然很期待这一次的大会了。笑着望着萧炎消失的地方，奥托笑盈盈的道：“这一次的大会，炎萧恐怕将会是一匹最大的黑马。”